過早釋放它的物理原理是因為我們在下桿過程中，我們對桿身施加了一個往外的一個力，導致了這個桿身發生一個這樣的一個槓桿傾斜。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復盤一下我是如何給一個學員改過早釋放的這個問題。過早釋放從身體形態上來看，就是在下桿過程中，我們手臂與球桿之間的角度變大，然後並且在下桿過程中維持這種趨勢，導致在擊球的過程中桿身沒有任何的傾斜或者有極少的傾斜。那這樣會導致幾個問題，一個是非常容易的打地，另外一個就是就算你打中了球，球会飞得很高，同时没有什么距离。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在下桿过程中，我们总是想要是用手去控制球桿打中球。那怎么去控制呢？我们想要用我们的右手腕去做这个一个动作去打中球。当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对桿身施加了一个往外的一个力，导致了这个桿身发生一个这样的一个槓桿倾斜。OK， 所以相反，我们如果要让球桿有一个延迟释放，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让握把施加一个向下的力。当我们向下的时候，这个桿身就会更加靠近我们的身体，而不会是远离我们的身体。那所以在这节課的過程中，我先讓這個學員感受到我們在上下桿的過程中，尤其在轉換的階段，它是會有一個慣性差。也就是說，我的桿頭還在往上桿的方向走的時候，我的手已經開始往下桿的方向走。我讓它小幅度的去感受這種像切桿一樣的幅度，但是它在頂點或者在轉換的時候，它會有一個 rehinge 一個動作。OK， 所以我讓他從小幅度的開始打，譬如一個切桿，打30碼左右。那打的過程中，感受到這種桿頭由於手的方向改變導致的它更加靠近我們的身體的這種感覺。那這個時候都是比較容易做的。然後後面我們讓它的幅度增加到全揮桿。我讓他感受的是下桿的時候，我們需要讓握把端一直是贏於桿頭端，也就是說，我們不能讓桿頭忽然間加速來贏我們的握把，而是應該讓握把一直加速，導致桿頭一直滯後於我們身體後面。所以從物理學上來說，我們只是施加了握把的向這個方向的力，通過施加握把向下，它的桿頭就會有一個向上的一個慣性。然後在練習幾個之後呢，我們就可以慢慢的發現，在下桿的過程中，它的手腕角度，尤其是在 P5的時候，它的桿身和手臂的這個角度會比它之前的時候好非常多。這個動作的修改其實並不難，它主要克服的是我們人想要通過用手去控制球桿來打到球，反而讓手處於一個相對鬆弛的狀態。然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去加速我們的手的往下，來去達到桿頭的滯後。